今天我们要揭开日本光鲜外表下的一道伤疤，在这个被称为已开发国家的角落，竟隐藏着遍地贫民窟，连警察都不敢轻易踏入的灰色地带。或许你以为日本街头永远干净有序，但事实是，在繁华都市的背面，在被官方地图抹去的区域，有那么几个地方犹如都市毒瘤般存在着。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访日本最穷的5个城市或地区，看看那些被刻意遗忘的角落到底长什么样子。首先来到大阪，大阪是日本第2大城市，繁华热闹，天王寺闹区和通天阁观光塔每天人潮如织。然而，只需从新津宫车站往北走10分钟，画风就彻底改变。这里就是大阪人谈之色变的西城区府崎，现称爱邻地区。所谓爱邻，原意是邻里相亲相爱，然而这名字在当地却带着讽刺意味。大阪人管这片地方叫西城的毒瘤，也有人称它为日本的九龙城寨。在官方地图上，你找不到府崎这个地名，因为早在1961年，日本政府就把它从行政区划中抹去，可它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成了全日本最大的贫民窟之一。走进大阪西城的街头，迎面而来的是一股刺鼻的气味，淡淡的尿骚混着烟酒和垃圾的酸臭，人称西城的味道。街巷两旁违章建筑林立，斑驳墙面满是涂鸦，路边搭着用木板、破棉被和纸箱拼成的临时棚屋，围栏上随意晾挂着几件肮脏的衣服。白天你会看见满身臭汗的老人打着赤膊晃荡，手里提着廉价酒瓶。夜晚的角落甚至能发现有人干脆倒在垃圾堆上过夜。在这里，流浪汉随处可见，许多老人满脸风霜，衣衫褴褛，仿佛与周围现代化都市格格不入。西城的爱邻地区聚集了大约数万名底层居民，大多是无家可归的男性，他们中有日结临时工、失业者，无依无靠的独居老人，甚至不乏前科犯或被家庭遗弃的破产者。整条街道像是被岁月凝固在昭和时代，路旁的自动贩卖机只要100日元，就能买3罐饮料或1碗泡面。简陋的居酒屋门口挂着写满平价菜单的油渍布告，消费之低令人啧舌。还有黑市摊贩公然叫卖来路不明的二手货，超市里的肉和蔬菜价格几乎是其他地区的1半，甚至连卡拉 OK 酒吧都有华人经营的廉价店，装潢简陋却成了附近少数娱乐去处。这里仿佛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度，用自己的经济生态运转着。对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来说，西城的物价低廉是他们勉强存活的依靠。然而，低廉生活成本的另一面是极度混乱和危险的治安。府崎从昭和30年代开始便臭名昭著，从1961年起，因劳工待遇问题和贫困歧视，当地频繁爆发骚乱。短短12年内，西城区就经历了20多次暴动。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到上千名日雇工人走上街头与政暴警察对峙的场景，他们砸石、纵火，甚至包围派出所抗议。有些暴动导火索是警察执法不公或粗暴对待流浪者，引发群起反抗。直到平成时代经济泡沫崩溃后，府崎在1990年仍发生过暴乱，可见这里的紧张氛围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为了镇压骚乱、震慑闹事者，西城的派出所是全日本防御设施最完备的，四周装了带刺的铁丝网，如同一座小型堡垒。在当地人眼里，警察虽然驻守在此，却更像是一种象征。他们很清楚，某些小巷子里发生的事，警察未必管得了，也不敢随便管。西城贫民区的治安乱象远不止暴动，据说在这几条街上活跃着多达几十个黑社会组织，各种非法勾当如毒品交易、地下赌博乃至诈领救济金等层出不穷。地痞流氓、游手好闲的无赖、街头拉客的妓女和偷偷兜售违禁药物的毒贩混杂其中，让人难以想象这里居然属于法治先进国家的一部分。2016年曾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一名醉汉深夜砸碎了车站的玻璃，接着挥舞着破片刺伤2名车站职员，甚至追打无辜乘客。这类暴力事件让西城常年占据警方黑名单，也让一般民众愈发敬而远之，甚至在旅游网站上都能看到对游客的忠告。
千万别误闯新津宫北面的那片区域。黑暗探险虽然成了一些影片主题，但对多数人而言，这里始终是个能不碰就不碰的危险地带。那么，大阪西城的府崎贫民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群人聚集在城市的阴影下？这还得从战后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百废待兴，大阪作为工业重镇，急需大量建设工人。自50年代起，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涌入大阪谋生，他们大多没有正式户籍，居无定所，但在府崎地区，这些都不是问题。哪怕你没有大阪市的住民票，也能在当地银行开个账户存放日薪。街上林立的简易旅馆提供廉价床位，一晚几百日元就可落脚。随着大阪经济迅速复苏，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府崎一带很快发展出密集的日雇劳动街。特别是1970年前后，大阪为了举办世界博览会，更是需要大量临时工人，府崎因而成为劳力大本营。当年的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人们，谁也没料到若干年后他们会成为城市的企鹅。时移世易，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建筑业不景气导致短期劳工需求骤减，府崎那些靠双手糊口的日雇族突然间失去了工作机会，很多人一下子陷入无以为继的困境。他们大多年纪已不轻，没有积蓄，也没有家庭依靠，一辈子积累的只是满身劳损的伤痛。当体力不再允许他们扛起水泥和砖块，等待他们的只能是露宿街头的命运。就这样，原本热闹的劳工街区渐渐变成老人流浪村。那些曾经挥汗建造城市高楼的人，如今却只能蜷缩在高楼头下的阴影里苟延残喘。许多原本有家的也选择离开家庭，独自滞留在此，仿佛不愿拖累亲人，又或许早与社会脱节，无处可去。贫穷与混乱滋生了黑暗势力的壮大。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府崎的秩序一度失控，甚至传出当年警方与黑帮私下勾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传闻。结果就是毒品买卖和非法赌场在此生根发芽，成了一种难以根除的顽疾。即便后来政府试图整顿西城贫民窟长期积累的问题，也非朝夕能解决。2013年前后，大阪前市长桥下彻提出所谓西城特区构想，号称要美化市容，改善治安，实际上是想引进新资本和年轻住户，顺带把街头那些流浪汉清理出去。此举遭到了当地弱势群体和支援团体的强烈反对。他们很清楚，一旦社区重新开发，那些住廉价旅馆、靠施舍度日的人将被迫流离到更无依无靠的地方。对他们而言，这里破败不堪，却是最后的避风港，哪怕周遭居民嫌它是城市污点。在政府有限的扶助下，西城地区设立了劳动中心和收容设施，例如西城劳动福利中心，为日雇劳工提供求职登记、简单医疗、公众浴场和廉价食堂。有些无家可归者也能在临时收容所找到一张床位。然而，这些资源僧多粥少，申请救济金更是困难重重。很多露宿街头的人被以仍有工作能力或名下有亲属为由，拒绝发放生活补助。西城如此，其他地区亦然。横滨的寿町因聚集许多领取社会救济的人，曾被称作福祉之街、福利之街。但据统计，在那里至少20%以上需要帮助的贫困者，最终因各种理由拿不到救助金，连基本生活都没保障。对此，一些民间团体只好出面，把昔日出租给工人的简易宿舍改造成廉价社会住宅，月租只收取他们救济金的1半左右，好让更多人不至于露宿街头。即便如此，每月约35000日元的房租，对这些收入微薄的难民来说，依然是沉重负担，只能勉强糊口。在外人看来，或许会质疑，有手有脚，为什么非要靠政府救济，不能自己去找工作吗？但现实是残酷的，这些从贫民窟走出去的人，每每在求职面试中，因为住址是西城、山谷或寿町而遭到歧视。雇主一见他登记的住所在臭名昭著的街区，立刻就对他的人品和能力打上问号。哪怕他再努力洗刷自己，住处的标签也成了一道无形的高墙，拦在前路。日本媒体曾报道过一则故事，寿町有个23岁的年轻人，
西装笔挺，满怀抱负，发誓摆脱贫民窟的生活。结果他拼命求职，一连面试了100家公司，都因为住址问题被拒于门外。最终他还是不得不无奈地回到那片廉价公寓中。这种恶性循环让许多人终其一生都走不出这几条街。有统计显示，横滨受听街道约5700名底层居民中，真正成功离开贫民窟，融入普通社会的不足40人。这道无形的藩篱比我们想象的更残忍牢固。在高度重视体面和智力的日本社会，无家可归几乎是一个不被宽宥的身份标签。没有人真心想当流浪汉，但他们往往被视为社会的累赘与耻辱。街头行乞在日本几乎行不通，路人多半报以鄙夷而非同情。在东京等大城市，甚至出现过所谓流浪汉狩猎的可怕现象。一群年轻人组成团伙，专门以露宿者为目标进行骚扰和攻击。他们可能半夜泼洒垃圾，殴打酩酊大睡的流浪者。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东京有近40%的无家可归者曾遭遇过这种莫名其妙的袭击，而这一切往往不会登上报纸头条，仿佛看不见就等于不存在。但对生活在西城、山谷、受听的人来说，歧视和暴力是日日相伴的阴影。他们只能躲在桥底、公园角落，尽量不引人注意地活着。大阪西城的故事让人心酸又震惊。然而，大阪并非孤立，东京山谷地区就是另一个被地图除名的贫民窟。所谓山谷，日文发音山雅，指的是东京都台东区与荒川区交界的一片简易旅馆区，大致位于如今的清川、日本堤和东浅草附近。如果你在浅草寺观光，不到1公里外就有这么一个隐秘角落。山谷这名字在1966年被官方废除，现在地图上找不到山谷，取而代之的是分属不同町名的小片区。然而，对老东京人来说，山谷2字依然意味着贫困和慌乱。山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中期，那时这里地处日光街道的终点，是进出江户城的交通要道边缘，也成了底层劳工和被差别阶层的聚居地。一些从事轻贱行业，如清扫、担任渔夫等的人就在此落脚。明治维新后，东京市政规划将这里划为简易木造房的集中区，许多拉黄包车的车夫、穷困工人都租住在这里。二战结束时，东京一片焦土，大批无家可归的灾民涌现。政府曾在山谷搭建临时帐篷村，收容难民，随后又把临时木屋改建成简易宿舍。这些简易旅馆正是今日山谷贫民窟的前身。随着东京战后重建完成，经济高度成长期到来，全国各地涌入东京寻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50至60年代，山谷逐渐发展成全日本数一数二的寄日薪劳动者雇用中心。每天清晨，大批穷人聚集在这里，等待包工头叫唤，运气好就能领到一份日结工作，比如建筑工地搬砖、水泥搅拌之类。人多活少，剥削重，再加上社会歧视，山谷地区在昭和中叶开始动荡不安。从1959年起，山谷发生过多起大大小小的暴动事件。最初的导火索往往是日薪劳动者认为职业介绍所和仲介人剥削压榨，聚众抗议讨薪，却遭警方驱散，引发冲突。之后几年里，警察派出所屡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警车在巷战中被掀翻，烧毁的画面曾震撼日本社会。东京奥运会前夕，1964年，东京都政府为了维护首都光鲜形象，大举清理驱逐市中心的流浪者，结果许多人被赶到了山谷来。城市把他们往角落一塞，反而使这地方变得更为混乱不堪，也加深了一般人对山谷的偏见。直到昭和40年代后期，山谷骚乱依然时有耳闻。1970年代中期的一次冲突，甚至出动了上千名警力才平息。和大阪西城一样，东京山谷的动荡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达到另一个高峰。1986年，山谷地区发生了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暴动，起因是一起工人死亡事件。有传言说一名日雇工被人杀害弃尸，但警方没有积极调查，激起劳动者不满。
几千名群众冲击了前朝警察署，新宿等地的学生运动分子也前来声援，山谷街头陷入混乱，机动队与示威者对峙数日之久。这次事件震动了整个日本，也让政府开始更严厉地对待城市平民问题。可是，正如我们在大阪所见，驱赶和掩盖并不能让问题消失。山谷地区此后虽再无大规模骚乱，但问题仍旧潜伏贫穷，老龄无家可归，伴随着酗酒和犯罪在暗地里蔓延。进入平成与令和年代，东京的山谷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一方面是因为周边地区的城市更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年的劳动者纷纷老去凋零。然而山谷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变得更隐形、更沉默了。近年来，由于东京观光客爆炸性增长，反倒给山谷带来了一丝出人意料的生机。许多背包客为了节省旅费，会选择入住便宜的青年旅馆或胶囊旅馆，而山谷那些原本供日顾汉住宿的简易旅馆，正好改装成低价旅社，招揽外国游客。一些不了解内情的外国年轻人在网上预订房间，可能到了才发现周围并非普通住宅区，而是充满流浪汉的街区。对背包客来说，只要有个遮风避雨的落脚处，环境差点也无所谓。更何况有些旅馆还提供独立小房间，比挤大通铺舒服。但对人住在那里的贫困老人而言，每天看到金发碧眼的年轻旅人在街头嬉笑，无疑是巨大的反差。有的老人会主动和外国旅人搭话，甚至充当向导博取一点饮料和香烟钱。也有些隐忍自卑的人刻意躲开游客，以免被异样眼光打量。山谷地区的白天已不再像过去那么阴森，一些主要道路变得热闹安全了些。然而当夜幕降临，横街小巷里依然潜伏着危机。当地组织和警方提醒游客，即使为了猎奇，也最好结伴而行，不要太深入巷弄腹地，更不要随意与可疑人士纠缠。毕竟在光怪陆离的东京，如果有哪个地方的治安不受保证，那里很可能就是山谷。从大阪的府崎到东京的山谷，我们已经看到了两大贫民窟的缩影。然而还有其他城市的黑暗角落同样不容忽视。横滨寿町就是这样一块隐藏在繁华港都中的贫民街区。横滨是日本对外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著名的中华街、美丽的港、未来摩天轮每年吸引无数观光客。可就在中华街和石川町车站附近，有几条街与想象截然不同，那里堆满简陋低矮的宿舍和汤房公寓。白天街边聚集着大批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有的三五成群蹲在人行道抽着便宜香烟，有的提着塑胶袋游荡寻找零工。一到黄昏，狭窄的小酒馆挤满喝闷酒的身影，醉汉踉跄地穿过马路，几乎不看红绿灯。这里就是横滨寿町，与大阪、东京并列的日本三大都亚街之一。寿町贫民区的形成与横滨的港口发展息息相关。二战后，美军曾接管横滨港附近部分土地。1955年，美军将其中一块区域归还日本。不久后，横滨市就在寿町一带设立了职业介绍所和日雇劳动。随着港口码头和临海工业需要大量劳力，大批外地来的壮劳力涌入寿町找活而干。为了容纳这些日薪工人，当地新建了许多简陋的宿舍和格子间旅馆，很快形成一整片廉价旅社区。最鼎盛时期，寿町方圆不到1平方公里内聚集了近1万名日雇工和流浪者。狭窄街道上挤着上百家便宜旅馆。在高度成长期，寿町白天充满劳工的吵杂喧嚣，夜晚则充斥着纸醉金迷的景象。因为港口工人辛苦一天后，常会就近寻找酒馆或风月场所放松，寿町也一度灯红酒绿，藏污纳垢。然而，正如其他地区一样，好景不长。日本经济模式转型和产业外移后，港口临时工需求大减，寿町的日雇族逐渐失业。上世纪80年代已降，这里开始快速没落，大量年轻力壮者离开，寻找其他出路。留下来的多是上了年纪、身体抱恙或早已失去斗志的人。他们有的在简易宿舍苟延残喘，有的干脆露宿街头。寿町从昔日劳工聚集地变成了以领取生活保护津贴为生的福祉之街。横滨市政府在寿町设有社会福利办事处，专门处理当地居民的救济申请和医疗辅助。
表面看来，政府承认了这里特殊的贫困状态，尽力给予援助，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前面提过，至少20%以上急需救助的人拿不到补助，一些无家可归者因没有正式住址或资料不全，被拒于社福体系门外，只能继续睡在受厅的公园长椅上。受厅的社会问题还不止于贫穷，由于居民多为单身男性，又长期处于失业和无所事事状态，酗酒闹事在所难免，偷窃、打架等轻罪更是频繁。警察虽在附近设有派出所，但对巷弄深处发生的事情往往鞭长莫及，这也给了黑道势力空间渗透。有调查指出，受厅的简易旅馆业过去有相当比例是由在日韩国人经营，他们与某些势力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一些违法赌场就明目张胆地开在街角货柜里，白天大门敞开招揽熟客，黑帮分子则气焰嚣张地在巷子里走动，仿佛在自己地盘巡逻。一般市民路过此地都绕道而行，就连巡警也不愿轻易干涉这些地头蛇的买卖。受厅虽少有像大阪那样的大规模暴乱，但暗流涌动，一度有这里是日本吗的质疑声。在当地工作的义工们描述过他们的见闻，白天在某栋破旅馆楼下可以看到排队赌博的人群，隔壁房间也许就住着重病无钱医治的老人。黑社会开设的高利贷公司随处可见，许多流浪汉即使领到了微薄救济，也在勒索和欺诈中被盘剥殆尽。如此灰暗绝望的受厅和光鲜亮丽的横滨港未来21街区仅仅相距1-2公里，繁华游客区的欢声笑语传不进这里，取而代之的是孤独长叹和呻吟。尽管横滨市数十年来也尝试过重建受厅社区，例如新建廉租公寓、引进志工巡逻等，但成效有限。对很多住在这里的人而言，他们终其一生可能都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在社会最底层相互取暖，也被同样困境所死。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甚至戏称受厅为中资七家，暗示踏进这条街就等于买了一张单程票，要么病死在廉价公寓里，要么老死于街头长椅上。这些话听来令人鼻酸，但却是残酷的现实写照。除了以上提到的大阪、东京、横滨3大贫民窟，其实名古屋这样的富裕城市也曾有过自己的贫民街区。在名古屋车站西侧的剃岛地区，过去就聚集过许多底层民众。名古屋是日本中部的工业重镇，经济实力雄厚，市中心高楼大厦林立。然而城市的发展往往有阴阳两面，车站东侧是豪华的 JR、中央塔和龙町商圈，西侧却长期以来给人破败昏暗的印象。这并非偶然，剃岛这片区域在江户时代本属城外边陲，聚居着一些社会底层。明治维新后，东海道本线铁路贯通名古屋，并设立了车站，带动了周边商工业的繁荣。同时在邻近的中村区形成大型油库红灯区，剃岛地带一度成了灯红酒绿却又杂乱无章的所在。白天有货运码头、工厂和建筑工地的杂工，夜晚则充斥风月场所和醉酒人群。二战之后，名古屋迅速重建，经济起飞，车站东侧不断现代化，但西侧剃岛因土地权属复杂等历史原因，开发明显滞后。一直到2000年之后，名古屋市才开始推动剃岛的再开发计划，建了新的会展中心和高楼。然而，当高楼拔地而起，曾经的大型简易旅社群早已凋敝，如今的剃岛只剩几栋老旧的商务旅馆和风俗店还孤零零的矗立，周边多数地段要么变成停车场，要么围起施工墙等待下一步开发。尽管剃岛的旧贫民区不像大阪西城那样臭名远扬，但它也是日本城市二元发展的一个缩影。繁华的背后总有被遗忘的阴影。在名古屋车站月台上极目远眺，你会发现东边玻璃帷幕的高楼闪闪发亮，西边却有大片低矮屋顶沉默暗淡。白天或许差别不大，可入夜后两相对照，一边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另一边却灯光稀疏，行人寥落。过去在剃岛街头游走的日雇劳工，如今大多不见踪影，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流连风俗店的落魄客和游荡的游民。他们的存在提醒着人们，就算在富裕的名古屋，也有这样一角，曾经脱离繁华之外，
自成平民天地。随着时间推移，剃岛的旧貌可能终将彻底消失，被重建计划抹平。然而，那段贫民窟的历史不该被遗忘，正是因为有无数底层劳动者曾付出血汗，城市繁荣的大厦才能建立。他们留下的那些残破街区，是繁荣盛景投下的余音。前面说的几个地方，还都是大都市里的平民角落，而日本还有一些整座城市陷入衰败贫穷，令人叹息。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海道的西张市。西张在昭和时代曾是著名的矿业城市，以丰富的煤炭储量闻名，全盛时期人口一度超过10万人。然而，时代巨轮转动，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西张的矿井在70年代开始陆续关闭，最后一座煤矿于1990年停产，西张的经济支柱瞬间崩塌，大量年轻人举家搬离，只剩老弱留守。市政府为了挽回颓势，尝试发展观光业，例如打造西张哈密瓜品牌，举办电影节，新建主题公园等。但这些计划投入巨大，却收效甚微，反而让市政府背上沉重债务。终于在2007年，西张市宣告财政破产，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申请财政重建的自治体。西张破产时，负债总额高达600多亿日元，消息震惊了全国。从那时起，西张被贴上了鬼城的标签。所谓鬼城，指的是人口急剧减少，空屋遍地，仿佛鬼魂出没般死气沉沉的城市。走进今天的西张，你会怀疑自己来到了遗弃的电影布景。街道上冷冷清清，两旁是关门停业的商店，涂着鲜艳卡通图案的乐园，大门紧锁生锈，里头长满荒草。昔日宏伟的市政厅如今空荡破败，仿佛一座巨大的鬼屋。上世纪50、60年代，那种矿工宿舍林立，孩子们嬉闹的景象早已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破窗的建筑、塌陷的屋顶，以及路上偶尔出没的野生动物。是的，因为人烟稀少，有时山上的熊都敢跑下来，在废弃街区游荡。整个西张市目前人口仅剩约7000人，而且多数是高龄老人，年轻世代所剩无几。学校关闭，医院人手不足，公共交通也大量裁减班次。可以说，西张几乎是一座被时代遗忘的孤岛。警察在西张这样的地方，自然也成了稀有动物。由于财政困难，西张市连消防、医疗等公共服务都无法充分维持，更别提治安巡逻。所幸这里犯罪率不高，因为犯罪分子也懒得对一座没落小城下手。但对西张残留的市民而言，他们心理上的失落和无助，恐怕远胜于对治安的担忧。曾经引以为傲的家园沦落至此，他们能做的只有苦撑着过日子。有些老人至今清晰记得当年梅都繁荣的盛况，夜晚矿灯点点，矿工浴场传出笑语，商店街挤满购物的人潮。那时候谁能想到，半个多世纪后的西张会与繁华绝缘。一位老人接受访问时，泪眼婆娑地说，我们西张出了名的哈密瓜，又甜又贵，可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却苦不堪言。这句话令许多人唏嘘不已。西张哈密瓜作为日本高级水果，每颗动辄卖数万日元，但种瓜的人却可能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真是莫大的讽刺。西张的沉沦，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整个日本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经济荣景不再，人口骤减老化，财政入不敷出，最终导致社区机能消亡。今天的西张走在街上，你会感到一种凄凉的寂静，不是乡村的恬静，而是破败城市独有的那种荒凉。曾经热闹的煤矿住宅区宛如空城，窗户用木板封死，墙上长满青苔。连本地的警察都坦言，自从破产后，他们更像是护送老人善终的工作人员，而不是打击犯罪的武装力量。因为在这里，最大的威胁不是小偷或流氓，而是看不见的绝望与贫困。政府接管西张财政后，虽实施了严苛的重建计划，但也意味着各种公共服务的大幅缩减。对居民来说，他们失去了年轻人口，也失去了未来希望，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乡一年年衰败下去。当然，西张的案例在日本是极端的，但它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如果不正视贫穷和人口老化问题，今天的西张，明天可能就是其他地方的写照。在日本各地，
正有更多城镇面临类似危机，或许不像西藏那样破产剧烈，却也在慢慢凋零。空屋、老人独居、年轻人外流，这些问题若任其发展，未来恐怕还会出现新的鬼城。纵观以上5个我们探访的地方，大阪西城区、东京山谷地区、横滨寿町、名古屋剃岛以及北海道西彰，它们有的隐身于繁华都市一角，有的则整座城市陷入贫困阴影。虽然情况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通点，它们都是日本光鲜外表下不愿面对的阴暗面。有人称这些地方是已开发国家的毒瘤，因为在追求高度文明和现代化的日本社会里，这样的贫民窟和鬼城显得格格不入，仿佛一块块抹不掉的污点。然而，掩耳盗铃从来不是良策。过去几十年，日本官方对待这些问题大多采取回避态度，地图上删掉名称，媒体上很少提及，公共场合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但贫穷并不会因为被漠视就自行消散。那些居无定所的老人、无力谋生的弱者、被抛弃的城镇居民，他们仍真真切切地生活在那里，每一天都在艰难度日。或许有人会问，日本不是以治安良好、秩序井然闻名全球吗？这些地方会不会只是极少数特例？的确，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片贫民窟相比，日本的问题区域范围不大，人数也相对有限。在大多数日本城市，你很难看到成群结队的乞丐或大片棚户区，这让不少人误以为日本几乎没有平民。可正如我们揭示的，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日本选择了用高度发达的表象遮蔽伤痕，但伤痕依旧存在，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溃烂化脓。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排斥和压力，使得这些伤口难以愈合。无家可归的人被视作懒惰、不道德的象征，地方政府巴不得他们消失，普通市民对他们避之不及，甚至加以欺凌。在这样的环境下，贫民窟里的人怎能重新站起来融入社会？结果就是贫者越贫，困者愈困，贫民窟成了一座座封闭的孤岛。日本最穷的这些城市和区域，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高度发展社会下被遗忘的人性与问题。一方面，它让我们看见经济奇迹背后的代价，那些年轻时耗尽体力建设国家的劳工，老了却无人问津，被时代无情抛弃。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当一个社会只关注光鲜亮丽的成功者，而忽略底层弱势时，终有一天这些问题会反噬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良知。或许有人期待一个圆满的结局，政府加大援助，企业提供就业，让贫民窟的人们重回正常生活。然而现实远比想象复杂，大阪西城、东京、山谷这些问题积重难返，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日本政府也面临财政困境和社会舆论压力，不可能无限制地投入资源。更何况，随着整体人口老化，劳动力不足，日本正走向一个更艰难的时代。如果不能正视并改革固有的社会结构，不消除对贫困的污名化，那么新生代年轻人未来仍可能步前人的后尘。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这番深入探讨，能够引发大家对日本贫民窟与贫困问题的关注。在这些故事里，有城市的沉沦，有个体的绝望，但也蕴藏着一丝人性的微光。那些在寒冬中给流浪汉送去热汤的义工，那些努力寻找工作的年轻人，那些决心改革现状的社区人士，他们让我们相信，哪怕身处在黑暗的角落，只要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总有重见光明的一天。正如一句话所说，一个国家真正的富有不在于高楼有多少，而在于最低处的人是否有尊严。希望未来的某一天，提起日本，我们不再需要用贫民窟和鬼城这些字眼来形容它的某些角落。到那时，今天讲述的这一切，或许将真正成为历史尘烟中一个令人唏嘘的往事。